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结婚当天，婆婆笑得见牙不见眼地对我说：“赶紧去登记，回来妈有事儿和你商量。”我婆婆也太客气了，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她叮嘱龙安庆别急着回来，去超商给我多买点好吃的，她会在家里准备大餐。婆婆还提前在网上订了电影票，说让我们小两口好好浪漫一下。有这样贴心的婆婆，我很乐意配合。结婚登记整个过程，我和龙安庆都开开心心的。我憧憬着美好的新婚生活，一定是很精彩、很幸福的。离开民政局后，我的新晋老公果然带我去超商，买了我喜欢吃的车厘子、大樱桃、榴莲。看，这就是我选中的老公。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龙安庆对我都一样，只要是给我花钱，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沉浸在幸福中的我，忽略了龙安庆付款后解脱的表情。我想着，晚上就去朋友圈晒红本本，顺便把今天的战利品发给闺蜜看看，我要让她嫉妒死我。电影是下午场的，进入电影院我才发现，婆婆给我们挑的是一部老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放到经典画面时，老公抓着我的手，与我分享：“我最喜欢这一幕，杰克和露丝，你跳我也跳，老婆，我们也要这样，夫妻同心，同舟共济。”我心想，这样个屁！龙安庆，我是不是不止一次说过，我不爱看泰坦尼克？我感觉这部电影像个洗脑片，什么你跳我也跳，绑架谁呢？想想这是婆婆的安排，我忍了下来。龙安庆说的话，可能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劝自己不要多想。晚上，我、老公、婆婆三人整整齐齐坐在家里，桌上早已摆放着婆婆准备的大餐。我们一起碰杯，每个人都喝了点酒。气氛正浓时，老公发话了：“老婆，你现在搬过来一起住，就帮着家里把每个月的房贷分担了吧，还有家庭开销，以你的工资绰绰有余。以后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不用跟我商量，妈也不会说你什么的。”婆婆给我夹菜，笑着附和：“对对，这样安庆每个月的工资就能存下来。你们放心，钱我给你们保管着，要不了几年，日子会越过越宽裕的。”我眨眨眼，我想买龙虾、鲍鱼、榴莲、樱桃呢。婆婆一脸通情达理的样子：“钱在你手里，想吃你就买呀。”我这老婆子也能跟着享享口腹了，还要谢谢我儿媳妇呢。明白了，我这个提款机加保姆，这就上岗了呗。我放下筷子，本来挺好的红烧鱼，突然就感觉腻了。要不说有个好闺蜜很重要呢。我没看透的龙安庆，被傅真真一眼给看透了。在听到我被求婚后，傅真真就信誓旦旦地说龙安庆盯上我的钱了。现在想起来，他向我求婚，确实是在知道我老给我留了一栋价值200多万的房子后的一周。现在是让我交出工资，下一步是不是该提那套房子了？我半天没说话，老公蹙眉看我：“老婆，我以为你是看得到我的辛苦，愿意帮我分担的。下午看的电影还记得吗？我跳，你也跳啊！”我说你老推荐那部电影，果然早想让我脑子进水了。可惜独立女性不吃这套。我双手抱胸，一脸不喜：“龙安庆，你要早点告诉我，你家穷成这样，多添双筷子就要死要活的，我也不嫁过来给你添麻烦了。现在怎么办？我告诉了我所有好朋友，嫁给你以后要安心当个全职太太的。现在我连工作都辞了，你却跟我说你家养不起个儿媳妇，你们这不是胡闹吗？”本来听我嘲讽他家穷，龙安庆已经开始羞愤了。
听到我辞职，老公和婆婆更是表情精彩，两人都傻了。他们不知道想着我的工资，想了多久，我却告诉他们没有这笔钱了。婆婆急急问：“你辞职了？怎么没说一声就辞职了？以后家里多一份开销，我儿子不是更辛苦了？”啪一声，老公黑着脸放下了筷子，眼里疾风骤雨：“淼淼，你明天去找新工作。”我脸也拉下来，我不去，气氛一时间尴尬起来。这还是我生气后，龙安庆第一次没第一时间过来哄我。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是啊，以前我也还没有嫁给他，现在结婚了，入局的鱼哄都不用哄了。婆婆这时在桌子下踢了下老公，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她第二脚踢到的是我。婆婆脸色缓和下来，其实当全职太太也挺好的，趁着年轻，我们早点备孕，妈也能早点抱孙子。老公莫名看着婆婆，一脸的妈你在帮谁说话？我也奇怪，婆婆这样子很反常啊，我以为她不会善罢甘休，难道是我把她想坏了？婆婆摆手无视老公，继续和煦对我笑。不过家里要再添人口，眼下这房子肯定是不够住了。话题到了这儿，我反应过来了，这工资刚落空，婆婆就提房子了。想到我老那套房子，那可是200多万的房子，确实值得人忍气吞声。我心里马埋痞，脸上不言不语。老公看了眼婆婆，两人脸色都严肃起来。老公选择不绕弯子了，他看着我，房子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你现在嫁过来了，妈就要睡沙发，当儿媳妇的让婆婆连床都睡不上，你好意思吗？搞得好像我没搬过来之前，你妈有床睡似的。怎么，你和你妈睡一起呀？我成那个多余的了。要不我走。老公哽住，没好气道：“你老留给你的那套老破小，那房子卖了吧，反正也不能住人了，留着浪费。”我故作懵懂。然后呢，老公？我手边有些积蓄，到时候我们再去看新房，全款买个大的，以后只用还一个房子的贷款，这样你当全职太太，没一个人有意见。我看着眼前这个房子，这房子不卖吗？这房子要是不卖，老公手里那点积蓄和我合伙买房，是要我把200多万全部搭进去。老公一脸不耐烦，这是我的婚前财产，我为什么要卖？婆婆又拿脚踢老公，可惜又是踢到了我。婆婆笑着打圆场，安庆的意思是，这房子现在还有升值空间，现在卖不合算。你们母子俩可真是把我安排明白了，你的婚前财产是你的，我的婚前财产，你现在想变招法的弄成你的，感情我嫁人一次，弄成融资了，怎么就觉得什么好处都活该落到你们手里呢？我一边品，一边觉得龙安庆算计我的时间应该不晚了。我想起他每次给我刷卡消费时，每次眉间刚有一丝褶皱，他总能很快舒展开来。我一直以为是他对我的喜欢，让他付出的心甘情愿，现在看来，他的付出只是为了得到最终回报的一种投资。我以为的嫁给爱情，在新婚第一天被他们母子打得稀碎，那他们母子的算盘，不好意思，我也要给他打得稀碎。龙安庆马上会明白一个道理，投资错了人会血本无归的。我笑着，声音异常冷静，你们说晚了，我老那房子我给卖了，不止卖了，卖房的钱都花完了。当我把保险账单拍在桌上时，老公像被重锤击中一般，他闪亮了一天的眼神此刻茫然的发直。婆婆脸上汗水流了下来，慌乱地擦着汗，保险单上黑纸白字，看得她天都塌了。儿媳妇，你这太不像话了，卖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人商量的？
婆婆还在絮絮叨叨，老公伸手拿起酒杯，把半杯酒都灌了下去。砰！杯子放回去时撞在桌角，落地粉碎。老公红着眼问我：“你是什么意思？结婚前又辞职又卖房的，我那么爱你，你在防着我？”我眯着眼，叹了口气：“我也不想的。我最近在网上刷帖，刷到一个男的问，怎么样把女朋友的遗产所得变成婚后夫妻共有财产。我一看，我手里不正好有房，我们不是正好要结婚吗？你说，看到这种帖子，我能不多想，能不怀疑那个发帖人是你吗？这一套说辞是我临时胡编的，说时不觉得什么，可看龙安庆的反应，我心里却咯噔一下。龙安庆，他的眼神在闪躲我，我不免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不会真在网上发了类似的求助帖吧？我紧紧盯住他的眼睛，第二次问了他：“老公，我看到的那个帖子，除了你还能是谁发的呢？”龙安庆这次彻底慌了，心虚使得他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在网上发过任何东西。我视线移到他的手机，我第一次在龙安庆脸上看到崩溃的表情。他带着手机就这样跑了，我把我新婚的老公吓得跑出了家门。此刻他一定认为我早就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是故意等在这里试探他，拿下他的把柄。我该得意洋洋吗？在他眼里，他输了我一筹，可我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这个把柄，我是不想要的呀。我回房间，躺到床上，惋惜没有发成的朋友圈，打开浏览器，搜索了一阵。我很快锁定几个帖子，截好图片后，才丢开手机。虽然知道这家人没好心眼，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离婚，我的岁数也大了，能够可供我挑选的优质男更是越来越少。龙安庆最大的优点就是细心和顾家，更何况我还需要他们帮我对付杨琴琴，他们的贪婪和小聪明，正好可以成为我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我眯起眼睛，一个成型的报复计划已经出现在我脑海里。客厅里传来婆婆丢了魂儿一般走来走去的动静。半夜，老公好不容易回来，也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没睡。其实我又何尝睡着呢？当初听了闺蜜的话，我就迅速处理了名下的所有资产。我承认，我确实是有防备之心，但我防患于未然的并不是老公一家。算了，现在想这些干嘛？只能说歪打正着，终归证明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在龙安庆的小家里连着生活了几天，他们母子始终是蔫头耷脑。特别是龙安庆，一贯的清高挺拔不见了，现在看到我，他都在极力避免和我对视。多年来用金钱付出，在我面前树立起的自信不复存在。我真想说一声，活该，让你一直装。当初他追求我时，还是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长得算清俊斯文，颜值出众。在一众我的追求者中，他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让我常常浮躁的心渐渐向他倾斜。知道我喜欢精致男，他总把自己收拾得很体面，让我常常忘记，他其实只是一个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清贫学霸。他要还房贷，他要养老妈，他其实有不小的压力。龙安庆用他的收入投资了他自己，也投资了我。后来我迷失在他无所不能的假象里，假象被戳破时，我恍然，龙安庆却是难堪。你现在还是很帅的，你看你小风衣一穿，这个气质，这个氛围，要不我们离婚吧？你再找个更有钱的富家女，再投资个几年，想少奋斗30年的理想还是有机会实现的。连着3天的晚饭时段，都只能听到筷子碰到碗的声音，实在让人受不了。这天，
我终于打破了一世的诡秘。我在餐桌上设身处地为龙安庆分析了起来，实在是这样的婚姻，一直不尴不尬的，大家都过不舒坦。我完全是为了他好啊！可龙安庆听后，全身一抖，明显吓得不轻。噗，这小凤凰有点可怜，是怎么回事儿？也是，我这个投资失败的例子就在他眼前杵着。我现在还怂恿他投资，他搞不好觉得我是居心不良。龙安庆现在也28了，一茬又一茬比他更年轻的弟弟们走进了社会，他现在再找个目标，成功的可能性只会比以前更低。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其他女人防备起他来，可能手段比我更厉害。看他不说话，我又说：别忘了，多存点彩礼，不是所有富家女都能像我这样，不要彩礼就结婚的。婆婆犹犹豫豫地问：怎么还要彩礼？那一般要准备多少彩礼？我笑盈盈：20万、30万、50万、100万、200万，都说不准。二婚难再娶，人家女方更加需要一个保证，钱肯定是少不了的。婆婆嘴唇当即哆嗦起来，她眼珠转动，合计了半天，摇了摇头，抓着龙安庆的胳膊：二婚男的名头可太难听了，而且再娶一个，搞不好还要高额彩礼，还不如和现在这个过下去呢。说1000到1万，不能折腾家里的钱。安庆，我就要淼淼这个儿媳妇，你可别犯糊涂，为了一点小事就离婚。这老太太反应真快，说起来，这几天我多次看到她翻出我的保单，一开始还频繁打电话，发现退保无望后，就开始研究保单内容。这份保单要说亮点的话，应该是有3个。从现在开始，就能每月领取到的3700多元的分红，总保额267万3千。完整的投入会在参保人55岁时一次发放本金，还额外领取保额30%的增值部分。参保人发生死亡，可以有继承受益者。努力回忆了一下，我当时随手填的继承受益人是某慈善基金会，我可太善解人意了。为了不去考验老公和婆婆的人性，连谋财害命的理由都没留给两人。婆婆既然研究了那么久的保单，应当知道认下我这个儿媳妇，让她儿子和我好好过日子。等到我退休，这笔200多万的保费还是会落入他们家，只是等待的日子有点漫长而已。老公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蔫头耷脑摇头：淼淼，我们就这样过吧。你每个月有3000多分红，我就不给你生活费了。你要有心，经常买点好吃的，孝敬孝敬妈。其实这几天我请教了我那个3结3离的碉堡闺蜜傅珍珍，她以过来人的经验也劝我，非必要不要离，下一个玩意儿更捉急。可是看着母子俩长吁短叹，我实在于心不忍，眼睛转了转，我来了主意：老公，我虽然没钱了，可我老爸不缺钱啊。你还没上门见过我爸妈，周末你和我上门一趟。这女儿女婿要买房，他怎么也该表示一下。龙安庆和我婆婆眼睛瞪得一亮，这俩母子可真好斗。走在枫林大街满是枫树的小路上，我挽着龙安庆的胳膊，龙安庆一手提着各种礼品，一路上龙安庆不住说着话：淼淼，我以前和你聊你爸妈的事情，你总不耐烦，还说你们关系不好，让我少打听他们。我说父女哪有隔夜仇，你以前太小题大做了，错过了多少孝顺父母的机会。眼前一栋栋的小别墅，红瓦白墙，整齐洁净。龙安庆越看越满意，结了婚之后可不能任性了，我们要多和岳父岳母家走动。龙安庆打的什么算盘，我还能不知道吗？说白了，
他心思又蠢蠢欲动起来了。看着这条熟悉的，却几年没有走动的街道，我有些恍惚。我对龙安庆说：“我和父母关系不好，已经是说得很保守了。小时候，我也是有人宠爱的宝贝，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对我都格外的爱护。我在无忧无虑中成长，直到我9岁，弟弟出生了。弟弟出生后，我的生活完全变样了。爸爸不再疼爱我，妈妈选择无视我，他们看我的目光变得那么冷漠、嫌恶。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以为父母只是重男轻女，我总是说他们偏心，甚至几年前离家出走时，都这样以为着。是这一栋吗？”龙安庆站在别墅前，确定号码后，推了推我。我伸手去按门上的指纹大门，连续按了3次，3次提示不通过。可能你太久没回来，爸妈换过门锁，你不知道。龙安庆没有多想，伸手去按了门铃。我看他一脸笑容，实在没好打击他。这门锁根本没有动过，只是我的指纹被这一家子删除了。他们可一点不期待我再回这个家，说不讽刺是假的。尽管早有准备，我心中还是刺痛了一下，痛且愤怒。带我们进入大厅的是家里的老佣人。进入大厅的第一时间，龙安庆作为女婿就十分殷勤地对着沙发上的一男一女恭敬地递上礼品，开口喊人：“爸妈，我叫龙安庆，这次和淼淼一起回来看望二老，顺便告诉二老一声，我们结婚了。”我站在沙发旁，抱着胳膊，连坐都没坐下。几年不见，这两口子倒是没怎么变，搞得我想嘲讽2句都没话说，没意思。等再过几年再来的时候，请一定给我机会。龙安庆示意我过去，一个白色雾从龙安庆眼前掠过，直接打在我身侧的墙上，地上落下碎成渣的玻璃，是个烟灰缸。沙发上的中年男人，我的爸爸，瞪着我就吼：“你还回来干什么？不是嘴硬，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吗？”龙安庆目光从烟灰缸残骸移开，看向我爸爸时，又谦卑起来：“爸爸，淼淼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她是您的女儿，父女哪有隔夜仇？我们这次来就是一起道歉的，希望爸爸能不再计较，原谅我们。还有，我们只做了结婚登记，具体婚礼怎么筹办，还要请示爸爸。您是一家之主，我和淼淼都等着您拿个主意。要不是场合不对，我都要为能屈能伸的龙安庆鼓掌了。这女婿做的，一般老丈人肯定被他几句话捧高兴了。可是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触碰我爸的禁区。我这个爸爸，他可不喜欢任何人提醒他，他有我这个女儿呢。不出意外，第2个抛掷物再次出现。这次老头是对着龙安庆砸的，刹那间，龙安庆的小腿上湿了一片。从他龇牙咧嘴的表情看，这一下砸了个正着，肯定是不轻的。这次是一瓶没拧紧的汽水。你是什么东西？少来和我攀亲道故的。彭淼淼是和你结婚，还是和阿猫阿狗结婚，都是他自己的事，和彭家没有关系。龙安庆从进门开始维持住的笑脸，这一刻终于僵住了。在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爸侮辱了他。老头不止侮辱他，很快就转移目标，开始攻击我。我才是他最敌视的人，花那么多钱供你读贵族学校，你也就招个这种垃圾带回来。彭淼淼，你只会给彭家丢人吗？龙安庆目光呆滞地在我和我爸之间转悠，估计没想到我们关系能差成这样。对不起呀，老公，我今天带你过来，本来就不是为了和这老头和好的，我是有事儿要通知他。迎着所有人的目光，我开口说了进门的第1句话：“爸，还有杨琴琴女士，今天我过来，
就是通知你们一下，我老过世了，3个月前他老人家过世了。从我们进来到现在，都任由我爸发挥的我妈。在听到我告知的消息后，终于脸上变色了。你说你老过世了，3个月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讽刺地看着眼前的女人，毫不留情地说：我老不许我告诉你们，现在他的身后事我全部都办好了，想想还是通知你们一下。有些当儿女的不干人事儿，让老人连他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见。我就是来看看，听到我老的死讯，有些人愧疚不愧疚，晚上会不会做噩梦？在我的盯视下，杨琴琴咬牙切齿：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的，那是我妈，她任何时候死，丧事都该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去办。唯一的女儿吗？我冷笑。杨琴琴盯着我，突然回味过来，我刚才对她的称呼是，我叫她杨琴琴。就算在几年前我们关系最差时，我还是老老实实叫她一声妈。可现在再次回家，在姥姥死后，连起码的尊重都没了。杨琴琴开始在我脸上逡巡，她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我心里冷笑，人在做天在看，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人告诉我。楼上哒哒哒响起脚步声，一个16、17岁的少年咋咋呼呼跑下来。妈，你们在聊老吗？老死了吗？妈，我记得老那个大房子挺值钱的，你快把那个房子继承下来，转到我名下。弟弟，你看看谁回来看你了？我对着少年笑着打招呼：彭淼淼，你回来干什么？彭放放一脸警惕看着我，很快转到他妈身后站着。妈，姐不是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你们把她召回来干什么？快点让她走！我看着她就烦。龙安庆听不下去了，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他，是很看重亲属关系的。淼淼是你姐姐，你怎么和姐姐说话的？彭放放从上往下打量龙安庆，一脸鄙夷。你又是哪儿来的穷鬼？我家的事情你少管。杨琴琴嗤笑出声：这是你姐找的老公，看着是挺穷的呢。龙安庆一连被3个人鄙夷，直接自闭了。他走到我身边，拽着我就朝外面走，攀龙附凤的心思都淡了。可不要小看清贫学霸，自尊超级强。我们离开时，我那个弟弟还在后面不断叫嚣，让我别回来了。我那个爸更是干脆上楼去了，看到我都嫌烦。唯有我妈杨琴琴，我回头看时，她正蹙眉计较着什么。我猜她在想，那套房子，还有我老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我老的房子可真是香饽饽呀，姥姥真是料事如神。我记得她离世的最后几天，曾笑着对我说：别大意，我死以后，你快先拿着遗嘱去把那套房子处理了，不然我那个女儿肯定还会生事，给你找麻烦。姥姥，有些麻烦是躲避不掉的，他们早晚会知道。现在房子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他敢来闹，我正好可以好好算算这些年他算计我的那些账。回去的一路上，龙安庆都很沉默，今天吃瘪的感觉可能比结婚那天我带给他的还要严重。到家时，婆婆殷切地看着我们：怎么样，安庆，你和淼淼的爸爸妈妈谈得怎么样？有提到房子吗？龙安庆摇了摇头。我跟着进屋，简单告诉婆婆，这次去没谈成什么，反而是吵架了。晚上，我推了推上床的龙安庆：怎么样，还想当有钱人的上门女婿吗？龙安庆想反驳，他不是上门女婿。想想今天遭受的白眼和接二连三的嘲讽，龙安庆闷声摇头。我笑他：你心高气傲的一个人，我看你也吃不了这口软饭，踏踏实实搞事业挺好的。你别看200多万挺多的，以你工资的年度涨幅，不要10年，
你也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等再过几年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赚的钱才是最香的。龙安庆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沉默地点了点头。在接连打击后，唯一安慰鼓舞他的是我这个被他算计的老婆。别说他感觉别扭，我自己都感觉自己善良。我在龙安庆房子里彻底安顿下来。早上，当我起床时，老公已经上班去了，婆婆还是不怎么搭理我，不会叫我起床。辞职后，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我可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从狭小的洗手间出来，我开开心心和坐在沙发上的婆婆打招呼：“妈，今天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婆婆努力撑起笑容，背着胳膊，焦虑地在家里转悠。我看她这样，就自己出门去了。我第1个月的分红已经到手了，正好出门消费。当全职太太，就要布置好1日3餐。我去超市买了一大袋的蔬菜、水果和肉，回家后就给婆婆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等婆婆落座吃了几口，我才动筷子吃了起来。我厨艺还是不错的。吃完饭后，我刷了碗，一点没让婆婆帮忙。到了下午时，我又笑脸相迎，拉着婆婆出去散步。小区里，我婆婆这个年纪的阿姨真不少。一个下午，老阿姨们都在聊家长里短，你家媳妇，我家媳妇的。我也没闲着，也和他们唠起家常，把我家情况说了一下。对外，我自然是大家赞赏我老公有责任有担当，让我安心做个全职太太，把我宠成小公主。提到婆婆，我也不吝啬地表态，要好好孝顺婆婆，把她伺候舒舒服服的。只1个下午的时间，这些老阿姨对我就赞不绝口的，不住对我婆婆夸我，说我这样的儿媳妇难得。婆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回家就是叹气。我刷着手机，心里觉得好笑。没想到这个婆婆这么爱钻牛角尖，可别愁抑郁了。又过了2天，我在家里晾衣服，婆婆着急忙慌跑回家抓住了我：“儿媳妇，出事儿了！我刚才在楼下遛弯，听着有个有钱大妹子在小区打听安庆，他们还提了你名字。”我问：“是不是还带着一个16、7的兔崽子？”婆婆点头：“那小娃嘴里可不干净，几个小区的大姐都给他得罪了，他喊人老不死的，那可是个娇生惯养的混世魔王。”没说2句，房子的门铃响了，婆婆朝门口张望，我直接过去，打开大门，看到杨琴琴和她宝贝儿子彭放，我可一点不意外。姐，你可让我们一通好找，你这穷酸家里有汽水没？我要我常喝的那种。彭放撇嘴进门，看到冰箱就打开翻找起来。杨琴琴没有管儿子，蹙眉看着我：“你把你老的房子卖了？”我点头：“卖了。”杨琴琴火冒三丈：“那套房子轮继承权，我排在第1位，你私自卖房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现在你把卖房款交给我吧。”彭放没找到他要喝的，拿了一个苹果，也凑上来：“姐，你怎么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彭家的继承人只有我一个，不管是爸的还是妈的财产，以后全部都是留给我的。”看着嚣张的兔崽子和颐指气使的杨琴琴，我冷笑：“我老立了遗嘱，把房子留给了我。我有公证的文书，还有公证视频，房子过户、买卖的手续合法合规。我倒不知道，我的东西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婆婆这会儿反应过来，张大嘴拉着我：“儿媳妇，你妈找过来，是要抢你继承的房子。”我点头，看着婆婆，一脸可怜相。房子已经卖了，她抢的可不只是我，还有你和安庆的。妈，你是知道的，那笔钱虽然现在不能动，可是等时候到了，再拿出来时，还不是要留给下一代的？
你说我和您儿子结婚了，我的下一代，那是你的谁？”婆婆一脸精明，马上反应过来，那是她的孙子啊！现在竟然有人上门要谋夺她孙子的财产，这可不行！婆婆一时间比我还激动，我们家不欢迎你，你们赶紧滚！彭放不可思议看着我和婆婆，谁稀罕你们这种筒子楼，穷逼活该住这种垃圾房子，连独栋别墅都买不起。杨琴琴对我放狠话，还想道德绑架我。彭淼淼，别走到起诉那一步，那样谁都不好看。你老地下有灵，你要让他睡不踏实吗？我无所谓，笑笑。你要浪费钱，尽快去法院起诉，我等着。杨琴琴恨恨地瞪着我，我怎么生出你这样自私无情的女儿？从小到大，从不知道让着点弟弟，我真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了你。这一套说辞，我听过多少次呢？初次听时，我还那么小，只有10岁，仅仅是因为1岁的弟弟抢了我的娃娃，我又抢回来，我就错了。从那以后，杨琴琴对彭放的偏心越演越烈，我挨骂成了家庭便饭，一个玩具，一个食物，甚至他莫名其妙的哭，我都有错。曾经的我也想努力表现，可我的一次次尝试争宠，换来的只是杨琴琴的冷漠。她更多时候是带着恨意，说出那些小小年纪的我无法承受的话语。我无数个夜晚抱着被子痛苦嘶吼，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越是挣扎，我被推开的越远。我记得几年前离开家那一次，杨琴琴说我该独立了。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家里的一切以后都是彭放的。两夫妇脸上明晃晃写着：“你很碍眼。”我是自愿离家出走的吗？我只是被抛弃了，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就是容不下我？直到3个月前，我姥离世前，才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杨琴琴，你是我母亲吗？你有资格生下我吗？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会都忘记了吧？我告诉你，杨琴琴，现在不是你恨不恨我的问题，是我恨你，我一辈子都恨你。这句话我上次在彭家就想说了，可惜龙安庆把我拽走了。我不会再给杨琴琴任何机会伤害我，恶心我了。他不配，他不能，他岂敢！我一步步逼近杨琴琴，眼里对她的不屑、仇恨比她的更盛更烈。这个20多年高高在上的母亲，第一次在我眼前回退了。杨琴琴惊慌失措，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把我生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生，去母留子的生，生吞活剥的生。杨琴琴回答不了我，她跑了，抓着不明所以的彭放，落荒而逃。当晚，婆婆早早打电话把龙安庆叫了回来，两人坐在我面前，问我彭家到底怎么回事儿。我给两人讲了故事，一个姐姐嫁给有钱人，双胞胎妹妹羡慕不已，就去纠缠姐夫，不仅把姐姐和姐夫的感情搅黄了，还把本来就身体虚弱的姐姐气死了。可妹妹年轻的时候爱玩，肚子不能生了，她把姐姐死前生下的女儿认到自己名下，嫁给了姐夫。谁都没有意识到有钱人老婆换人了，姐夫也不知道第一个妻子是被第二个气死的。这怪异的一家3口也算其乐融融，但在女儿9岁时，嫁给姐夫的妹妹突然怀孕了。妹妹惊喜不已，10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才是妹妹自己的孩子。她突然发现姐姐的女儿很碍眼，不仅不再需要，还会成为自己儿子继承路上的绊脚石。妹妹开始在丈夫面前提起自己的姐姐，还不小心暴露了姐姐以前对不起姐夫，连生的女儿都不是姐夫的。妹妹拿出女儿的亲子报告，
姐夫看到自己和女儿没有亲子关系，姐夫愤怒了。他心爱的女儿成了他的人生污点，她的存在提醒着姐夫亡妻的背叛。他开始不喜女儿，因为妹妹的小心思，备受宠爱的女儿遭到全面的厌弃，而妹妹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顺风顺水，无法无天地长大了。我看着张大嘴的婆婆和蹙眉看着我的龙安庆，婆婆赶紧问：“那你到底是不是你爸的女儿？”“当然是的，我真正的妈妈叫杨素素，她从未背叛过我爸。杨琴琴只是为了给她儿子谋划，故意朝我亲妈身上泼脏水。”婆婆来劲儿了：“那你去找你爸，把事情说清楚。你那个妈，不，你那个小姨，咱们可不能放过她，太欺负人了。好好的姊妹俩，怎么能抢姐姐的男人？丧尽天良，连外甥女都害。”我想起了姥姥，姥姥当时把房子留给我，就是怕杨琴琴事情做绝，真的一点家产都不留给我。她怕我受委屈，被人欺负了去。看杨琴琴今天恨我那样，还真是被我老未卜先知了。杨琴琴那个女人，我是很恶心的。可是拿到我老房子后，我觉得她应该能气够呛，就没想到招惹她。可她不消停，今天又来恶心人，我这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可不能和她客气了。过几天我去我爸公司堵我爸。婆婆招呼龙安庆，两人举双手赞成。我看着龙安庆，故意打击他。我爸要是真良心发作，说分我点房子、钱什么的，我就不要。婆婆急了：“傻孩子，怎么能不要呢？”我努嘴，点着龙安庆：“你问你儿子在网上发过啥？我见过天黑，现在可怕鬼了。”龙安庆一脸尴尬：“不要就不要，我承认是我的错。我是觉得你小姨太过分了，咱们不能让她奸计得逞，不争馒头争口气。就算不要你爸的钱，你也去。”3天之后，无利可图的婆婆强打起精神，目送我出门。我在我爸公司顺利堵到他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这老头中午喜欢在那家店吃饭，我可能比热衷购物消费、围着儿子打转的杨琴琴还了解。他是我爸呀。看到我老爸表情明显不好了，又有拿东西赶我走的趋势。这老头从小到大朝我丢多少次东西了，从没一次是真的丢中的。我一句废话没有，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音频，手机里传出的是我老的声音。相识了那么多年，我爸自然认得出来。东阳，不管琴琴和你说了什么，你都不要相信。我老婆子以人格保证，素素和你赌气回娘家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根本没有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过。苗苗也确实是素素和你的孩子，这个事情做不了假的，科学也做不了假的。你可以和苗苗再做一次亲子鉴定，这次不要让琴琴知道，她那个人心思不正，小时候利用苗苗来笼络你，等她自己有儿子了，一颗心就全偏了，一心想让你厌恶苗苗。她呀，心里想的只有钱，只有荣华富贵，只有他自己的儿子。你这些年被他骗惨了呀！我这个当母亲的心也是偏的。素素死了，我看着琴琴作恶了那么多次，却没有揭穿她。我总想着，我就这一个女儿呢，她要幸福啊。淼淼来照顾我这几个月，我突然明白了，除了是琴琴的母亲，我还是淼淼的姥。我是淼淼的姥，你们都不管她了，我还要管她的呀。东阳，去做亲子鉴定吧，接受淼淼吧，她是个可怜的孩子。你和琴琴不能再伤害她了，她被你们伤害太多年了。我的房子，我留给淼淼了。琴琴实在要争，希望你帮助淼淼保住房子，这是我这个老唯一能留给她的。我爸呆呆地听着音频，
我也看着窗外发起了呆。我和我爸都没哭，我们平静地一起走进了一家大医院。2天后，我爸给我打电话：你妈，我误会了她好多年。我没说话，这道歉来得太迟了，我妈又听不到。你，小姨，我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可这么多年了，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想变了。我不意外，抡起笼络男人，我小姨确实比我妈厉害。我爸离不开她。我爸后来提到了对我的补偿，他提到了财产。爸爸问我要钱还是房子，我想了想，门外是竖着耳朵偷听的婆婆，给我公司分红吧，只要公司还在，就一直给我分红。爸，记得分红给我标注好，属于赠与个人。我爸在电话那边不满，你那个上不了台面的老公还敢算计你？可不是，你女儿可能有吸引人来算计的磁场，从小到大一直这样，我不得不防啊。我爸挂电话时感觉到我的内涵，跟哑巴似的。我想着老头可别反悔呀。老父亲没反悔，效率还很高。没过1个月，我就正式成为彭氏股东。我想着小姨估计气炸了，肯定要上门找我麻烦的。结果等了半个月都没见人。后来还是我婆婆告诉我，其实我小姨已经找上门了。不过我婆婆和小区的老阿姨之前给彭放得罪了，都不喜欢她。我婆婆还把我小姨小三上位的事情到处说。那天我小姨进入小区，还没找到我家，就被小区老阿姨团体给驱赶了。我小姨体体面面一个贵妇，没这样丢人过，在一声声小三滚出我们小区的驱赶中，遮住脸，屁滚尿流的跑了。我爸后来打电话跟我保证，小姨以后不会再招惹我，手里有钱又有闲，我的日子越发滋润。婆婆开始闲不住，开始把家务煮饭都接管过去，在网上看科学营养餐，说咱们要开始备孕了。妈，我这样防着你儿子，你还要我给你儿子生孩子？婆婆一脸看开的表情。没事儿，妈觉悟是很高的，我和我儿子把你伺候好了，你以后的钱还不是我孙子的。而且大龙虾、鲍鱼、榴莲、樱桃，你是真买回来让我吃啊？我觉得你这个儿媳妇还是很好相处的。我竖着大拇指，要不能教出学霸儿子呢，这就是水平。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我还专门带着婆婆去看我爸的公司和我爸购置的一些房产，指给她看。妈，这些都是我爸的。婆婆双眼放光，一脸激动。这时我会告诉她，不过有我小姨在，这些肯定会留给彭放那个兔崽子。婆婆莫，可是彭放那个臭小子又爱飙车又爱打架的，未来说不准会是什么样子。我婆婆眼睛重新燃起希望。你是说他会短命？我摇了摇头。我是说，我要是给彭放买保险，有赚一笔的可能。婆婆又默，婆婆不死心看着我，她要出事儿，你不是唯一继承人吗？我又遗憾地摇了摇头，我即将不是了。婆婆莫名看着我，脑子转不过来。我小姨怀孕了，她估计也怕彭放不争气，拼上老命又弄出一个继承人，双保险。婆婆莫，你们有钱人真能折腾。我笑了。妈，我今天带你出来，其实不是要聊彭家的事情。婆婆兴趣缺缺，不聊这个你还说一大堆。说吧，你要聊什么？我摸着平坦的肚子笑了。其实我也怀孕了。我婆婆盯着我的肚子，不敢置信。千万豪宅在她眼前，此刻不敌我肚子里她的一个孙儿。老太太脚下生风，搀着我朝家赶。快快快，回家回家！现在开始，我们养胎。妈，我3000多分红不够花，你孙儿要吃龙虾。
鲍鱼、榴莲、樱桃，都买，安庆的卡在我手里。回去路上我们就去买。看来我这虚情假意的婚姻，因为房子，因为孩子，又能撑一段时间了。杨琴琴怀孕，我这个当外甥女的肯定得上门给她送份大礼。我和龙安庆刚到别墅门口，还没等敲门进去，就遇到了彭放。他染着一头红发，右边耳朵上还挂着一个晶亮的耳钉，看着我们的眼神满是厌恶。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穷鬼，又来我们家门口干什么？龙安庆被气得不轻，尤其是上次打过照面之后，他知道我和这俩人的关系恶劣程度，也知道彭放不是什么好东西。龙安庆脸色难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最基本的礼仪教养都没有吗？彭放满脸不屑，我可没有这么穷鬼的长辈。对了，彭淼那个老太太留下来的房子，注定是我的。我现在已经准备走法律程序起诉你了。拿了我的，你得给我吐出来。你可赶紧去起诉吧，我等着收法院传票呢。我冷冷扫他一眼，目光落在彭放一身的奢侈品名牌上。他这一身行头，价格加起来怎么也得过万了。他现在是独生子，用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等到杨琴琴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呢，一想到这种画面，我就有些想笑，看向彭放的目光更带着2分可怜。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珍惜最后这几个月吧。杨琴琴已经40了，算得上是高龄产妇，之所以这么努力地拼2胎，也就是怕彭放靠不住。以他的性格，如果这1胎生下来不是个儿子的话，恐怕还会要拼3胎。留下这番话，我说完就要拉着龙安庆走，但是却被彭放拦在了那里。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杨晴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快要3个月了吧？再过半年，她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还有你什么事？你不会不知道她这把年纪了，还要拼2胎，是为了什么吧？彭放的存在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天生恶种。他完美的继承了杨琴琴身上所有的卑劣面，才3岁的孩子就已经知道故意打碎名贵的花瓶，诬陷到我身上。你应该也知道，杨琴琴从小到大是怎么偏心你的。很快，你也能够体验到我的这种感觉了。等他肚子里的孩子出来后，你觉得你还是唯一的继承人吗？说句难听点的话，他拼孩子就是为了替代你。彭放的脸色随着我的话越来越难看，虽然我的说辞夸张了一点，但不过确实是实话。彭放虽然坏，但是还是有点脑子的。我不相信他没有阻止过杨琴琴怀2胎，但是他阻止不了。彭放握紧拳头，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管好你自己。我只不过是过来好心提醒你一句而已，别被人当成傻子一样耍。我看了彭放一眼，没再多说什么，直接拉着龙安庆离开。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快要有2个月大了，因为他的存在，龙安庆和婆婆几乎把我当成祖宗一样，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就买什么，随心所欲的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会有人多说我一个不字，反而还要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话，生怕影响到我的心情。这种日子固然美妙，可顶多也只能享受10个月。此刻的我正躺在空调房里，悠闲地吃着西瓜，看着电视里最近热播的玛丽苏恋爱剧。我了解彭放，我那天说的话已经足够在他心里留下一根刺，接下来我就等着看这一根刺是怎么一点点变大，变成裂痕，吞噬他们的。我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又碰到了杨琴琴，她的月龄比我大1个月，因为怀孕的原因，她并没有化妆，
没有了往日里在化妆镜前做上2个小时的精心妆容的加持，脸上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便暴露出来，眼角、嘴角上都有着细密的纹路。他跟在护士身后，步伐极慢，一旁还跟着满脸不耐烦的彭放。我拉着龙安庆走过去，杨琴琴看到我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肚子。我讽刺开口：“几个月不见，肚子这么大了。你说说，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拼2胎，就这么怕彭放烂泥扶不上墙吗？”杨琴琴一脸警惕：“彭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我告诉你，离我家里人，离我肚子里的孩子远点，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我笑出了声：“你还要对我不客气？我还没跟你算算之前欠我的那笔账呢。鸠占鹊巢这么多年，你说说，你半夜梦醒的时候，会不会梦到你姐姐站在床边，掐着你的脖子要跟你索命啊？”杨琴琴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忍不住往后退了2步。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当母亲的做了孽，就会报应到孩子的身上。我死死地盯着杨琴琴的肚子，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一抹笑容。杨琴琴害怕地往后退了2步，下意识地想往彭放身后躲，彭放却直接甩开她的手。杨琴琴有些不可置信，但还没等开口说些什么，肚子却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意。她直接弯下腰，不停地哀嚎着：“我的肚子好疼啊！儿子，你快去叫医生，都到医院了，你还有什么好装的？”彭放站在原地没动，满脸的不耐烦：“你不是非要再拼个2胎吗？疼你也忍着，疼死活该！”杨琴琴瞪大眼睛：“你说的是人话吗？我肚子里怀着的可是你的弟弟。”彭放一脸不爽：“谁想要这个弟弟？就因为你这么个岁数还怀孕的事情，班上有多少人在笑话我？”话说完，他没再多看杨琴琴一眼，直接转身离开。彭放不管他，我自然也不会管，直接跟安龙庆去了产检室。等到做完检查出来之后，安国庆还在回味着彭放对于杨琴琴的态度。我之前一直以为彭放只是不喜欢你这个姐姐，没想到他对自己亲妈态度也这么差。龙安庆应该是没有见过像我家里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这些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对他来说都像是开了眼一样。我淡淡的开口说道：“彭放是个没良心的，又是个心思坏的。他现在巴不得杨琴琴肚子里的那个孩子生不下来呢。只要他是独生子，彭家最后偌大的家业都会交到他的手上。但如果他不是呢，不仅仅要被分出去一半，很有可能还会被这个后来的孩子抢走所有。”龙安庆一边点头认同我的话，一边忍不住感慨一声：“我突然发现，像你们这样富裕的家庭里面，乱事是真多呀。谁说不是呢？我的孕检结果一切正常，回去的时候，婆婆已经做好了3菜1汤，全都是我喜欢吃的菜。淼淼啊，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养好身体，给我们龙家好好的添个大孙子。”我笑着点头：“好。”我找人看着杨琴琴那边的动静，她本来就岁数大了，身体已经不适合生产，现在已经用上了保胎针。当她看到我又和我爸一起在外吃饭时，瞬间就炸了：“彭淼淼，你到底还有完没完？之前不是说的挺好听，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现在又来缠着我们干什么？上次分给你的股份还不够用吗？还想从我们这里套走什么？”杨琴琴是个很自私的人，彭放的性格很大，一方面都随了他。上一次我爸分给我股份的事情，听说他们2个人回去就大吵了一架，事情虽然不了了之，但是已经足够在杨琴琴的心里留下一个疙瘩。我抬头看着他，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
我作为女儿和自己的父亲在外面吃顿饭，有这么大的错吗？再说了，这个家里本来就有我的一份，法律规定上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杨琴琴恼羞成怒地盯着我，当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要跟我们断绝关系的，这么快就不认账了？嫁了个穷鬼老公之后，就想着回娘家来打秋风。我告诉你，你做梦！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要留给我的2个儿子的。我突然有些好奇，你这还没生呢，怎么就这么确定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上次去产检的时候，医生偷偷告诉你的。杨琴琴得意地说道，这是我找大师特意算过的，我肚子里的一定是个儿子。我们2个人针锋相对的争吵，让我爸不胜其烦。他摆了摆手，好了，有什么可吵的？淼淼，今天约我出来，就是想要跟我好好的吃顿饭，补偿一下这么多年错过的父女感情。你能不能别这么大惊小怪的？我能够看得出来，虽然我爸不想要改变这么多年已经固定下来的夫妻关系，但不过对于杨琴琴当初撒谎，害得他针对我这么多年，心里也仍然是有愧疚的。所以当我们2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我爸会不自觉地偏向我这边，而这一切已经足够让杨琴琴再次暴怒一场。什么叫做我大惊小怪？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心思吗？再说了，你替别人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到头还要再分你一份财产，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么喜欢绿帽子。杨琴琴这番话再一次地踩在了我爸的雷点上。当年那份 DNA 报告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有数。杨琴琴瞳孔瞬间紧缩，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我爸，又看了一眼我。他不知道我跟我爸已经又去做了一次 DNA 报告，确定了我们之间是真实的父女血缘关系。我爸没跟他计较这些事情，是因为已经没办法追究，但是不代表杨琴琴可以继续把他当成傻子耍。我勾着嘴角看向他，杨琴琴，一个谎撒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也忘了只是终究包不住火的，连你自己恐怕都信了编出来的那些出轨的证据吧？杨琴琴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在我和我爸的注视下落荒而逃。我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儿，哎，淼淼，她现在毕竟怀着孕，我也不想再给她多余的刺激，未来一段时间咱们还是不要见面了。我满不在乎地开口道，随便你。我爸临走的时候扔给我一张银行卡，密码是我的生日，卡里有50万，说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的见面礼。我当然收下了这笔钱，天上掉下来的钱，不收白不收。我在彭放心里埋下的那一颗种子，发芽成长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距离我上一次看到杨琴琴后，不过1个星期，她就被彭放直接从楼上推了下去，4个月的孩子直接摔没了。杨琴琴也进了重症监护室。听到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过去看热闹。我爸在医院的走廊上气得不轻，看着彭放毫不犹豫的就上去给了2个巴掌。你怎么能对你妈下手？那可是你亲妈呀！彭放被打得一个踉跄，但是还嘴硬的开口说道，亲妈又怎么样？他现在满心满眼的只有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我已经长大了，家里的所有东西本来就应该都是我的，凭什么又要多一个人出来跟我抢？我爸气得红了眼睛，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儿，你就要把你妈推下去？你知不知道她是高龄产妇，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丢了命的。我怎么教养出你这么个畜生来？彭放不耐烦地开口说道，我没想让他死，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孽种生下来。就在他们2个人争吵不休的时候，手术室的门被人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不仅仅有医生，还有盖着白布的杨琴琴。不好意思，我们尽力了。
我侧头看着推车上的白布，嘴角忍不住地勾出一抹笑容。杨琴琴对彭放这个儿子可谓是溺爱到了极致，把他宠得无法无天，甚至连杀人犯法这些事情，在他眼里恐怕都是跟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任何区别的小事。我早就说过了，彭放是个天生恶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我爸不可置信地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摔坐在地上，紧接着2行热泪流了下来。彭放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甚至还想冲过去揭开推车上的白布，但是却被医生死死地拦了下来。我们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还请你们节哀。在杨琴琴死了的第2天，我直接把这件事情全都曝光到了网上，包括她是如何顶替了我亲生母亲的身份，跟她的姐夫在一起厮混，生下孩子后虐待自己亲姐姐的女儿，又被自己养的儿子害死。说真的，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比那些狗血至极的伦理剧还要离谱。我也总算明白了那句话，什么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件事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度，彭放更是被大规模的网暴。他的实际年龄已经满了16周岁，自然要被送到少管所里。小小年纪做出弑母的这种事情，足够让所有人震惊。我爸一夜之间苍老了不少，我没去看他，说到底，这些他自己活该。故事的最后，我挺着6个月的身孕，站在杨琴琴的墓碑前，冷声一笑：“杨翠翠，去地下给我母亲道歉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